美国媒体的担心是客观存在的，添加大量的军费造舰吗？只怕美国的财政承受不起，急切之间造船能力也不一定跟得上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报明说。这期的话题是华盛顿收属两端，美海军左支右绌。尽管乌克兰战争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，美国政府也在欧洲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对抗俄罗斯，但是美国政府和美军的高官在近期是屡次发言提醒美国人，中国才是美国最大的对手，美国的主要精力仍然要放在抑制中国上面。但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呢，让美国媒体看不懂了。美国海军的未来计划似乎是在削弱美国海军的力量，而不是增强。因此有媒体说，美国海军将在与中国发生冲突中处于有史以来最薄弱的状态。美国国会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现代化的最新报告承认，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军舰，其能力的持续增强对美国海军控制西太平洋构成了威胁。美国海军司令迈克尔·吉尔戴也表示，中国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军事对手，正在不断的改进并提前几年实现建设目标，这给美国海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。美国媒体称呢，中国一直在加强海上力量。为了应对东海和南海的紧张局势，中国已经派出了歼20隐形战斗机、歼16D 电子战飞机进行常态化的巡逻，直20反潜直升机也开始服役。最近呢，还展示了从055型驱逐舰发射高超音速反舰弹道导弹鹰击21的画面。而美国目前呢，还没有可服役的高超音速武器。另外，中国的远程打击武器，比如说东风26，已经能够覆盖美国在太平洋西侧的所有的基地，并且还能够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。而美国海军呢，现在就还是另外一副样子。根据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唐纳德·洛克罗斯的说法，耗资 1.7 万亿美元的 F-35 联合攻击战斗机项目仍然深陷麻烦之中。所有美国武装部队在部署 F-35 方面，甚至在测试和评估方面，都至少比计划晚了5年。F-35 的技术更新3 T-23 计划，它的目标是通过升级新的处理器、升级雷达和驾驶舱显示设备来提升战斗力。但是这个 T-23 计划也遇到了重大的延误和未解决的问题，那就是成本比预期高出将近 5.5 亿美元。由于可交付的 F-35 战斗机的数量远低于预期，以及 F-18 升级项目的减少，美国海军从2031年起可使用的战斗机数量将严重不足。不仅如此，美国海军还计划退役25架 EA-18G 电子战飞机，这是美军现有战术电子战部队的1/3的分量。这些 EA-18G 属于远征电子攻击中队，它主要任务是支持美国空军和海军的陆上行动。那让美国媒体感到不安的是，中国正在增强电子战能力。歼16D 电子战飞机已经服役，并且开始在台湾附近巡逻。世界媒体普遍认为歼16D 的性能比美军的 EA-18G 只高不低。美国的一些分析人员还担心呢，中国的造船能力。中国海军呢，目前拥有大约355艘军舰。美国自己也承认，中国海军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。五角大楼说，中国海军的舰艇的数量预计将在2025年达到420艘，2030年将达到460艘。中国的第3艘航母即将下水，而且配备有电磁弹射系统，单位时间里面的战机起降能力将与美军相当。外媒的分析大多有些夸张有一些呢是配合了军方的需要而要钱的，不可全信。应该看到，尽管中国海军舰艇的数量已经赶上美国，但总吨位只有美国海军的一半多一点。我们仅仅是在护卫舰、驱逐舰这个领域接近了美国海军的实力，但是在航母、两栖攻击舰、核潜艇这些作战舰艇方面，离美国海军的数量还差得很远。不过呢，我们也有优势，那就是我们中国的造船业的规模。按照每年下水的船舶吨位的计算，中国造船能力是美国的100倍左右。强大的造船业能够让我军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快的速度建造军舰。另外呢，美国为了维护全球霸权，必须在大西洋和欧洲方向部署一定的军事力量，
不可能把他所有的军事力量都集中到中国周边。因此我们的海军哪怕只达到了美国海军总体实力的一半，也足以在家门口对付美军了。这个趋势已经很明显了。美国媒体的担心是客观存在的，添加大量的军费造舰吗？只怕美国的财政承受不起，急切之间造船能力也不一定跟得上。你不加强海军力量吧，眼看着中国海军的逐渐壮大，又不甘心，看你美国怎么办。霸权心态不调整了，只能是被挤死。好，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。